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幾乎感染了所有現代人的隱形疾病，那就是對時間的極度焦慮。其實，在現在這個追求極致效率、崇尚各種 KPI 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真的都被無形的時鐘追着跑。你是不是也常常覺得自己好像落後了？30歲還沒買房，35歲還沒當上高階主管，同齡人都在網絡上展現完美的5年計劃，而你卻還在迷惘，對吧？我們這一代人被稱為焦慮世代，完全是有跡可循的。我們對於可被量化的時間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執着，把人生的成功完全綁定在特定的年齡節點上。但如果我告訴你，這種對時間的理解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呢？如果那些看起來最不可靠、最緩慢的大器晚成者，其實是掌握了一種更高級的戰略反擊模式呢？身為一個資深分析師，我今天不會只給你心靈雞湯，我們要用結構化的方式重新建立你的時間管理戰略，進行一場深度的邏輯推演。準備好升級你的思維模型了嗎？重點來了，我們今天的拆解旅程分為5個階段。第一，時間焦慮的迷思；第二，2種截然不同的古希臘時間觀；第三，如何克服極端逆境；第四，重要大於緊急的法則；最後，為你戴上專屬的時間雙光眼鏡。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時間焦慮的迷思。讓我們先從一位統計學上的極端異常值開始說起。許多人可能聽過李明珍這個名字，他是知名暢銷小說《柏青哥》的作者，但在他成為全球知名的作者之前，從世俗的標準來看，他的人生軌跡簡直是一場災難。他絕對不是那種從小就展露天賦的神童，大學時期的成績非常平庸，甚至拿過好幾個 C。他缺乏明確的職業路徑，學東西很慢，小說甚至被父親戲稱為烏龜。然而，正是這隻自嘲為烏龜的女星，最終取得了驚人的戰略性勝利。我們來具體拆解一下她這條極度緩慢的時間線。1990年，她大學畢業，順理成章進入法學院，隨後在紐約成為了一名薪水優渥的律師。但是，在她26歲那年，她做了一個違背所有常理的決定，她辭去了高薪工作，決定去寫小說。請注意，那時的她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寫出一本小說。漫長的煎熬就此開始，直到38歲，他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到了48歲，他出版了震驚文壇的第2本小說《柏青哥》，而當他58歲時，第3本小說才準備問世。26歲歸零，38歲才交出第1份成績單，這中間足足跨越了12年的空白期。從現代企業敏捷開發3年1小成、5年1大成的角度來看，這種沒有穩定產出的軌跡，絕對會被多數投資人判定為失敗啦。但這條令人焦慮的漫長軌跡，卻徹底粉碎了我們對於嚴格5年計劃的迷信。當時26歲的他，面對完全未知的領域，內心其實充滿了極度的自我懷疑。他曾在無數個夜晚反問自己：我難道又浪費了生命中的另外5年嗎？這句話真的精準擊中了我們每一個人的軟肋。我們非常害怕所謂的沉沒成本，害怕選錯科系、入錯行業，害怕一旦轉換跑道，過去的努力就會全部歸零，青春就會白白浪費。我們這個世代的焦慮，很大一部分就來源於這種害怕浪費時間的恐懼感。我們總是覺得，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世俗定義的成功，我們就是失敗者。但是，這種恐懼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完全錯誤的基準點上。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2部分 ，Chronos 與 Kairos 這2種古希臘時間觀。為了解決這種結構性的焦慮，我們必須引入這次拆解的核心邏輯框架。古希臘人對時間的理解遠比現代人深刻得多。他們沒有把時間單一化，而是明確劃分為2種截然不同的概念。理解這2種概念的差異，就是你擺脫焦慮、建立戰略性視角的關鍵。第一個概念叫做 Chronos， 這是我們最熟悉的量化時間，也就是時鐘上的時間。它代表着分秒必爭、無情流逝的死線，還有各種世俗的績效指標。30歲前要存多少錢？6年內要不要念完研究所？什麼時候要結婚生子？這些全部都是 Chronos 的範疇。在現代商業社會中，幾乎所有的企業戰略和個人規劃都是被 Chronos 驅動的。我們被各種期限綁架，感覺背後永遠有一個無形的倒數計時器在滴答作響。這種時間觀念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為 Chronos 是冷酷無情的，
他不管你的心理狀態，只管數字的推進。這就是焦慮世代所知痛苦的根源。我們過度沉溺於追求 Chronos 上的達標。而古希臘人的第二個時間概念叫做 Kairos， 這是一個質化的概念，代表着恰當的時機、關鍵時刻，或者是一個足以引發深刻變革的戰略性突破口。Kairos 是完全無法用手錶測量的。當你遇到人生摯愛，感受到那種必須主動出擊的瞬間，那是 Kairos。當你畢業，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改變一生的決定，那也是 Kairos。這在商業策略上也完全適用。偉大的企業往往不是因為嚴格遵守了某個死板的時間表而成功，而是因為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市場的 Kairos， 在那個無法被量化的關鍵戰略窗口，做出了決定性的行動。所以，終極的成功從來都不是靠盯着時鐘算計出來的，而是具備足夠的視野，去辨識並抓住這些不可測量的機遇。我們繼續聊下去。第三部分，克服極端逆境。Kairos時刻往往會偽裝成災難性的失敗。接下來，我們就用李明珍的經歷來做深度拆解。我們往往以為所謂的關鍵時刻必定伴隨着掌聲與鮮花，但在真實的世界裡，Kairos 經常會偽裝成充滿極度摩擦的低谷。這裡有一個關鍵的數字：32。在李明珍32歲那年，醫生在大學時期給他的殘酷預言成真了。他因為 B 型肝炎發展成了嚴重的肝硬化，這意味着他隨時可能面臨肝癌的死亡威脅。在那個時期，他必須接受極度痛苦的實驗性干擾素治療，掉光了頭髮，甚至只要打個噴嚏，臉上的微血管就會破裂。然而，正是這種直面死亡的逼迫，成為了一個巨大的 Kairos 時刻。當你的 Chronos， 也就是你剩下的時鐘時間被強行縮短時，你反而會無比清晰地看到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面對生命的倒數，他沒有選擇放棄，反而更加堅定地要留下自己作品的決心。這是一種極致的優先級重組。另一個沉重數字是15。在大學時期，他終於爭取到了一門韓國歷史課。然而，教授卻在期中考時給了包含他在內的15名韓裔學生 C 或更低的分數，甚至當掉其中5人。這位教授在課堂上公開推測，之所以有這麼多亞洲學生拿低分，是因為他假設亞洲人都是主修數學或科學的，根本不懂怎麼寫歷史申論題。這是一種極度傲慢的體制內偏見與刻板印象。身為一個真正的歷史系學生，他面臨了巨大的心理摩擦。他可以選擇吞忍，但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必須表態的戰略節點。面對這種不公，他勇敢地在校園報紙上寫信反擊，隨之而來的是同儕的嘲諷。有人罵他偏執，甚至有人寄給他死亡威脅。但就在這個他感到無比孤立與恐懼的時刻，一位大學牧師寫了一封信給他，裡面提到：“你表達憤怒的能力，使你成為一名有價值的公民。”這句話成為了他在黑暗中的錨點。這就是 Kairos 的另一種面貌，逆境會強迫你展現出真實的價值觀，而當你堅守底線時，往往會吸引到那些真正理解你、願意給予你深刻關懷的盟友。這些挫折沒有摧毀他，反而鍛鍊了他對抗不公的韌性。重點來了，到了大四，另一位知名的歷史教授不僅給了他低分，還建議他去上英文補救課程，理由僅僅是因為他認定英文是他的第二語言。但事實上，當時他已經以盲審的方式贏得了英文系頒發的非文學寫作首獎。這一次，面對這位權威教授，他展現了極具磁性的自信。他直接回擊：“教授，不是我不知道怎麼寫作，而是你不知道怎麼閱讀。”這句話簡直是掷地有聲的完美反擊。我們在分析這個舉動時，可以發現，這是一個純粹的 Kairos 時刻。他沒有選擇迎合，也沒有無謂地糾纏，而是做出了果斷的戰略性選擇，立刻退選這門課。他清楚地知道，保護自己的尊嚴和內在的創作火苗，遠比在一個充滿毒性的環境中證明自己還要重要。第四部分，重要大於緊急，這是應對混亂的終極法則。通過這些極端的試煉，我們能夠提煉出一個應對現代社會混亂與焦慮的終極法則。這也是他人生哲學的核心，永遠要把重要的事情置於緊急的事情之上。
我們現代人之所以如此疲憊，就是因為我們大腦的防禦機制已經被這個充滿刺激的數位環境給徹底綁架了。讓我們客觀地對比一下這兩股力量。所謂的緊急，就是那些不斷震動的手機通知、社群媒體上的私人訊息、各種科技平台精心設計的上癮機制。這些東西會瞬間刺激我們的多巴胺，讓我們誤以為如果不馬上處理，世界就會毀滅。但實際上，它們幾乎從來都不是真正重要的。而什麼是重要？重要的事情包括深度的學習、心理韌性的培養、身體健康的維護，以及個人尊嚴的守護。這些重要的事情往往不會主動發出聲響，他們需要長期的投入，他們是具有複利效應的長期資產。這其實跟商業管理中的艾森豪矩陣非常相似，但焦慮世代的悲哀在於，我們被平台經濟的演算法馴化，完全失去了區分這兩者的能力，把短暫的刺激當成了人生的主軸。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卻具有穿透時間的力量。在大學4年的某一天，他參加了一場只有1個小時的學院茶會。在那場茶會上，一位傳教士講述了一個13歲的韓裔日本男孩，因為受到同學嚴重的種族歧視霸凌，最終跳樓輕生的悲慘故事。這短短1個小時的聆聽，對他產生了核爆般的影響力。這是一個巨大的Kairos時刻，這個男孩的故事深植在他的心中，成為了一顆種子。歷經了將近30年的醞釀、研究與無數次的自我懷疑，這顆種子終於長成了那本震撼全球的史詩級小說《柏青哥》。這就是深耕重要事物的力量。1個小時的深度共鳴，可以改變一個人幾十年的人生軌跡。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理解了量化時間與關鍵時刻的差異，也看到了在逆境中區分重要與緊急的戰略價值。現在進入第5部分，你的時間雙光眼鏡。光懂理論是不夠的，身為分析師，我必須給你一套可以執行的行動指南。我們要教你如何在這個高壓的社會中，主動打造並戴上這副屬於你自己的時間雙光眼鏡。打造這副眼鏡其實只需要3個扎實的步驟。第一，停止恐慌。無論外界的 chrono 時鐘走得多快，不管別人在網絡上炫耀什麼，你必須穩住自己的陣腳，冷靜下來。第二，當你不知道答案時，繼續學習，承認自己的無知，把精力投入在深度的知識積累上。第三，持續地做好你該做的事，每天準時出現。這背後的底層邏輯非常深奧。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人能夠強行制造或預測 Kairos 時刻何時降臨，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戰略窗口。你的責任是像一個自律的普通人一樣，默默積累你的實力。這樣一來，當那個無法預測的機遇之門突然打開時，你才具備足夠的底蘊與準備，毫不猶豫地跨進去。這是我們今年必須完成的終極思維轉換。我希望每一位正在收聽這次拆解的焦慮世代，都能把這句話刻在腦海裡。時間不是你的敵人，時間是你的朋友。請拋棄那種被時鐘追着跑、充滿恐慌的受害者心態。真正的成長從來都不是100米衝刺，而是一場需要極高耐心的馬拉松。當你不再把時間視為消耗品，而是將它視為可以讓知識、經驗與智慧產生複利效應的長期資本時，你的視野將會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你會發現，所有的緩慢，所有的低谷，其實都是在為最後的爆發累積動能。李明珍曾說過，如果你讓那些最光輝與最黑暗的時刻教導你如何更好地與真相搏鬥，那麼你在這裡的時間就沒有一絲浪費。這句話不僅是對過去的總結，更是對未來的期許。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拆解了時間焦慮的迷思，教你用量化的 Chronos 維持紀律，並用質化的 Kairos 捕捉戰略機遇。逆境是轉機，混亂中要選擇重要而非緊急。戴上時間雙光眼鏡，累積實力，時間就會是你最強大的盟友。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